在河南省荥阳市贾鱼镇的洞林寺村，有一座历史悠久、文物众多的宝刹。因早期寺内僧人多在窑洞内做法事而得名洞林寺。洞林寺与少林寺、竹林寺并称为天中三林。今天，就让我们一起去解锁一下这座历经1800多年风云变幻，却依然屹立不倒的千年宝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林。今天呢，阳光明媚，微风拂面，特别适合出来走一走、逛一逛。那我们今天来到的呢，是位于荥阳市贾鱼镇的洞林寺。洞林寺呢，是一座历史悠久、文物众多、风景秀丽的宝刹。据说朱元璋7岁的时候呢，曾在这里边打过杂。走吧，我们一起进去欣赏一下这座千年古刹。洞林寺呢，一共有3道山门。那我们首先看到呢，是最南侧的一个山门。这个山门呢，是后来新建的，然后整体规模呢，看上去比较的威武壮观。我们也可以看到啊，在这个山门的正中间呢，有一尊比较大的佛像。这个应该是大肚弥勒的一个佛像。OK， 穿过第1道山门呢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那边是第2座山门。第2道山门的正中间呢，是由4位佛神肩扛着巨鼎，然后鼎的正中间呢，有少林寺的方丈释永信题的“洞林大觉禅寺”这样的一个字样。那么穿过第2道山门呢，前面就是天王殿。这个季节呢，整个寺院呢看起来是郁郁葱葱、松柏林立的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啊，在这个天王殿的正前方呢，有一处非常有名的洞林3景之一储金炉。走吧，我们一起近距离感受一下。储金炉呢是建于明代，它的高度呢是1.07米，重达1000斤，3足鼎立，鼎身呢铸有潘云龙，四面伸出龙首含环。整个看上去气派不凡。天王殿呢，也是第3道山门。我们可以看到啊，整个殿看上去非常的恢宏大气。殿前2侧的柱子上呢，分别题有“持国慈悲，广目济慧命，增长喜舍多闻少佛种”。天王殿里边供奉的是天冠弥勒佛。我们可以看到啊，整个佛像呢通体呈金色。然后看上去非常的高大震撼，两侧呢分别供奉的是4大护法天王。天冠弥勒佛背面呢供奉的是沉思佛。那么穿过天王殿呢，我们就来到了洞林寺的正殿大雄宝殿。那么透过这个非常郁郁葱葱的这个柏树呢，我们可以看到东侧呢是钟楼，这里边呢有非常著名的洞林3景之一洞林晚钟。洞林晚钟呢，是明朝周敬王呢命当时的寺内主持明伦于景泰年间铸造。一般呢，在傍晚时分，这个钟声响起，声音呢非常的空蒙飘远。那么西侧呢是鼓楼，那么晨钟暮鼓呢是所有寺院的一个构造。继续往前走呢，就来到了大雄宝殿。大雄宝殿我们可以看到啊，大雄宝殿上方有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经幢。经过这个岁月的这个洗礼呢，经幢已经显得是锈迹斑斑。大雄宝殿呢，2侧分别题有“雄登宝殿正菩提，大启慈航通觉寺”。走，我们进到殿内看一下。大雄宝殿呢，供奉的是释迦牟尼的坐像。左侧呢是他的弟子阿难，右侧呢是迦叶。在这个大雄宝殿的西北侧呢是课堂，当然呢现在已经不对外开放了。在课堂的2侧呢有不同年代的这个碑碣石刻。那么穿过课堂呢，我们来到了课堂北侧的碑林。碑林呢都是明朝和元朝的时候建立的，其中的明州止玉碑呢高度是2.4米，宽95厘米，于明朝嘉靖20年立石。大藏经济碑呢，高度是2.4米，宽1米，正面刻有大藏经济全文700字，阴面呢刻有洞林寺历史派系图。这些碑碣呢，其中最久远的距今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。
穿过碑林呢，前面就是洞林寺的后院，然后里边呢有非常著名的洞林三景之一白玉佛，还有观音洞也是特别有名的。两边的竹子长得非常的茂密。进到后院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这个后院有3个窑洞，然后这边呢是洞林三景之一的白玉佛。白玉佛呢是当时朱元璋下旨铸造，它这个身高是1.63米，用料比较考究，雕工比较细巧，色泽光润。那么位于这个最西侧的呢是财神洞。财神洞里边呢供奉的是财神爷以及他的2位侍从。正中间的这个呢是送子观音洞，里边呢供奉的是送子观音的雕像以及他的2位侍从。观音洞里边供奉的是千手观音以及各种观音法像。那么在观音洞的正前方呢，有一座这个精壮碑，这个看上去是比较高大的，这些应该都是梵文，我们也看不懂。然后它的正前方呢，写的有“天上天下无如佛，十方世界亦无比，世间所有我尽见，一切无有如佛者”。上面雕刻的是如来佛的一个坐像。从寺院的这个后山上下来呢，在寺院的西北方向呢，还有一座非常有名的禅师塔，我们一起走过去看看。无缘智公禅师塔，这个是在1986年11月21日呢，被河南省人民政府评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。这个是荥阳市人民政府在2017年7月1日立碑。禅师塔呢就在这个山上面，我们一起上去看一看。前边就是禅师塔。禅师塔呢，它是建于明朝的洪武17年，高度的是10米，它是一种印度样式的实心砖塔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啊，塔的每一层呢都有非常精美的浮雕图案，塔底呢雕有这个莲座，塔尖呢是昂出珠宝，傲然挺立，加上四周的碑碣石刻众多，显得非常的古色古气。洞林寺呢，虽然没有那么的名声在外，但是它的历史呢却非常的悠久，比少林寺呢还要早300年。或许呢，正是因为它不出名，还有它这个位置偏僻呢，才使它成为这个喧嚣尘世当中一片难得的清净之地。踏入这片神圣的土地呢，仿佛穿过时空的隧道，带领我们走到这个遥远的过去。